新的一年要到了，你们还记得去年都许了啥愿望不？还记得，我要的是一个更大的房子，所以我可以在里面装更多的玩具。我实现了，谢谢妈妈，谢谢妈妈。那你呢？你新年愿望是啥呀？不知道啊，我又是啥呀？我又是啥呀？过年啦！我们来许今年的愿望吧，拿铁。我的新年愿望就是我可以去动物园抱每一个小宝宝动物。拿铁，你有什么愿望？我有这个愿望。大恐龙带我一起坐大布卡车，那个大布卡车上面有枪，会把那些土都给弄破，还有黑。你这样也实现不了啊！我希望你奶奶和爸爸都会说中文，那是不可能的。拿铁，你换一个吧。那我希望我可以一直不上学，然后我回铁岭做买卖，做买卖。接彩春节了，那我们唱一个新年的歌吧。好，3、2、1，年了，快点录下年了，拿铁，好，我就办了。3、2、1，歌前后也行，过年了，过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开开心心，谢谢大家。喝好啊！哎，你说你敢相信吗？我的婆婆温迪离开我们已经2个多月了，但是她的身影依然活跃在铁岭市县的各个抢菜群，在抢菜这个领域兴风作浪。咋回事呢？温迪在铁岭有一天早上看着我爸拿手机搁那一顿翻一顿戳，都冒汗了。温迪看不懂就问哥哥，你炒股啊？我爸说哎呀，这小区里吧有个采购群，叫凤舞居4群，每天早上就放一些非常低价的东西，谁抢着谁得。温迪疯了，深吸一口气。谁抢谁得？你有这正经事儿你不让我干，你问我去不去故宫？去不去故宫？第二天早上自己就在我爸卧室门口踱步啊，特别焦虑，在走廊里就冲里边喊：“那什么，出来没呀？咋样了？”我爸说：“哎呀妈呀，不知道的以为我要生了呢。来，我直接给你拉进来。”就迫不得已把温迪也拉进了凤舞居4群。从那以后，每天早上坐那儿跟我爸一起抢菜，而且这老太太版图逐渐扩张，一发不可收拾。不但是凤舞居4群的小旋风，在建委家属楼的仨群里，也逐渐被人尊称为洋碴子。洋碴子。很快他回国了，躯体离开了，灵魂从未缺席。咱每天早上6点，正好是他下午3点。哥哥睡懒觉，温迪来放哨。温迪给俺家买那个劣质卫生纸好几包啊，跟他儿子说：“我给你们买这些东西啊，等我去中国的时候统一给我钱就行。”大胖姐说：“我给你啥呀？我给你，就你买那个纸，那叫一个拉，那哪是清洁呀？那就是抛光，就是抛光。”那天居然还团了6个味儿的要过期的口香糖，我爸不要，团给了跟我爸同住一个小区的我爷。我爷没牙9年了，我爷下楼，小卖部老板说：“那个叫温什么玩意儿的外国老太太给你团的这个糖，你赶紧拿着。”我爷说：“我不认识外国老太太。”人说：“就你孙女找那个对象，他妈。”我爷阿兹海默了嘛，拎着口香糖上楼自己捣鼓。我这孙女找个对象是外国人，就够呛。咱妈也是外国人，咱妈也是外国人。整的我爸和我爷都很焦虑，天天拎着个钥匙下楼30回。我说：“爸呀，爷呀，你就笑纳他的热情。我给你们安我用的德诗曼 Q50 F Max 智能锁，不怕忘带钥匙，3D 人脸直接开门，刷个脸门就开了。另外还有10种开门方式，总有办法可以开。后屏幕联动门外160度广角猫眼，可以看清门外情况，智能敏锐又安全。”然后温迪在抢菜群里呢，偶尔也与人发生口角。那天温迪在群里看人发了一个散养走地鸡的照片，一看，哎呀妈，太便宜了，就一顿抢。后来发现照片是鸡，卖的是蛋。他说：“这就属于典型的虚假营销。人进到这个群里，第一眼看的肯定是这图，你图是鸡，卖的应该就是鸡。人对方说：“我图旁边还有字儿，你进群肯定得先看字儿，字儿是蛋，卖的就是蛋。”白热化了。谁能想到2023年初夏的夜晚，铁岭建委家属楼还在就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永恒问题进行着泛国际学术讨论。虽然有矛盾，但就是抢。给我爸抢那个9块9一帘的酸奶，天天抢，给老头都喝白了。我才知道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它是可以治的。我爸现在除了温迪不耐受，啥都耐受，啥都耐受。不光是抢菜，温迪还让大胖媳妇给他取快递，很多都是跟风王二姨砍一刀买的，还有什么3块8的永久煤贴，5块9的数据线，9块9的小白鞋神器，通通寄到北京俺家来。等他下次来完，一次性全背走。幸亏是快递不包邮，要不然这个凤舞居小旋风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但是快递呢，有时候被放到快递柜里，大胖媳妇上班有时候就来不及取，就容易超时，就得交保管费。目前一共7块5。温迪认为你这个7块5是因为你超时，那你赶紧交了。我老公坚决不交，跟我说：“你看着没？他想完成资本积累，咱们替他卖力，还得给他交保管费，这就叫资本积累的无耻压榨。2块5我都不交，这是原则问题。”目前温迪还欠着他儿子7块5的保管费。这个事儿呢，最后到底是属于民事还是刑事诉讼范畴，就等温迪8月份来的时候，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婆婆这不是回加拿大了吗？回去之后就跟所有家人安利中国有多好。现在我婆婆、我公公、我2个小姑子都在申请年假，今年夏天要一起来。他们首先被我婆婆安利的就是中国的搓澡文化。有一天晚上在铁岭，俺家所有人说这搓澡。温迪本来想拒绝，但一看俺家人的架势，怕挨打，最后只能从了。但走之前他说，去搓澡也行，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等我一下，我去取一下我的泳衣。我以为他逗我们玩呢，结果人家真的穿了一套连体泳衣就去搓澡去了。上了搓澡台，搓澡之后啪就打他一下。你说你洗个澡怕人看？温迪说，难道不就洗澡应该怕人看吗？那我洗菜的时候也不怕你看呢。搓澡师傅把我叫过来让我翻译说，那你说像他这个情况，我是搓2面还搓4面啊？温迪说搓可见面，搓可见面。然后搓澡师傅就开始搓，一边搓一边说，你这个票啊本来是带奶搓的，但你说你穿的挺乳糖不耐受的，我也没法往你身上倒奶呀。你说那我收起来了啊。温迪当家坐起来了，所以这个奶是给我的。搓澡师傅说，对呀，那你也不能搓呀。温迪说，对呀，但是我能喝呀。翟奥达过来，咱娘俩一人一袋，来给奶炫一个。翟奥达还挺感谢他奶，说谢谢奶奶给我一袋鲜奶，奶奶你是因为想让我长个儿变得如此慷慨吗？他奶说，你想多了，奶只是一个巧合。如果我的门票带的是醋搓或者盐搓，我更给你；除非我带的是酒搓，那我就自己喝了。搓完澡，温迪基本就放飞自我了。之后到了洗浴中心2楼，就彻底迷上东北搓澡大套了。我说温迪，2楼这个是自助餐，你别不好意思。但是呢，反正这儿的自助餐就这水平，没啥好吃的。没想到温迪十分激动。我找了整整30天的中国美食，我在加拿大每周末攒钱去买的中国美食，我来到中国居然没有，我差点都放弃了，我准备回加拿大吃去了，今天居然在这儿找着了。不是啥呀？你说蛋炒饭呢？我以为你们中国人1天3餐都吃炒饭，难道不是这样的？说自从1979年的春天就不是这样的了，就不是这样的。温迪非常懊悔呀。刚才楼下袋装奶喝顶了，早知道有这么好的菜，我喝了3块5那玩意儿干啥呢？翟奥达说，奶呀，那个奶和这个饭指不定谁便宜呢。然后在自助餐区，温迪展现了自己作为奶奶虽然爱孩子，但坚决不溺爱。这自助餐区它有冰激凌，但是它收费。温迪想来想去，给自己买了一个，被拿铁要走了，温迪就又买了一个。然后拿铁这个自己吃一半了，看奶奶有新冰激凌了，又去管奶奶要新的，上来就要啃。温迪，拿铁张穆赫兰，你已经2岁了，你应该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啃老这一套跟我绝对不好使，不信你问你爸去。拿铁气的表示非常不服，要赶紧长大好跟他奶抢。我说那就没办法了，你想靠爱绑架你奶不太可能，想决斗你只能长高点。春天都到了，我们领拿铁翟奥达出来玩，晒晒太阳动一动，抓住黄金期长一长。主要是下一次奶奶姑姑们大部队都来了，他俩不高点都抢不着冰激凌。迪巧刚上线了一个亲子飞盘游戏，运动成长飞起来挑战，你们也快加入吧！不光动得多，还得吃得好，回家都吃点有营养的，再来点迪巧小黄条 K2 钙，独立包装更卫生，进口钙大品牌，值得信赖。现在加拿大那边一家人都很激动，都要来铁岭整大套。我当时一听脑袋嗡家一下，哎呀妈，这老多人！但大黄媳妇的回答非常明确，你们来也行，但是家里不够住，你们得在附近找酒店，大概一晚上一个屋500，你们做好预算。我公公一算，这开销也太大了。温迪邪魅一笑，老公，我跟你说那个炒饭天堂带包宿，搓完可以睡68一晚上，还给牛奶，而且炒饭随便吃。她老公说，谁跟你一样人，谁爱吃你那便宜玩意儿？人家我爱吃炒面，爱吃炒面。我跟你们说，当你的伴侣莫名其妙开始减肥，肯定不是好事。哎，你们是不是以为他这样的男人应该是最可以放心的那种？不然呢？趁我出差，背地里已经开始主动约美女了。前2天我和他一起陪孩子出去玩，报了个舞蹈兴趣班。刚开始人不爱跳，跟我说，我有这个特殊的人设在，就是各种运动天赋异禀，用你们的话说也叫苗子。我觉得这个人设咱们不要破坏它。我说你想多了，苗子，从你给你肚子上的肥肉助长开始，你早已给自己拔苗了。我咋劝都不行，直到舞蹈老师出现，一个甜美的微笑，苗子自己就上场了。哎呀，跳的那个认真呐！第2天我出差去，人自己带着翟奥达就去了，还跟老师讨论。我觉得我的气质更适合 jazz， 而不是 hiphop。比起这个街头流行元素，我更喜欢那种魅惑张力。然后认认真真跳2点都不下课。关键是吧，他是奔着上次那个老师去的，这次这个他不是一个人，他都没看出来。舞社的人给我发视频说，哎，你老公自己来了，你咋没来呢？我才知道这事儿。你看看跳的，就是忘情，就是认真。哎，你看咱这苗子，落枕中带着丝滑，油腻中透着谄媚，紧紧跟随着老师，但没有一个动作做一样。你说他是怎么做到的？就再来一首循环往复，这涂鸦艺术随身听调高几度，随着音乐和我跳到海。他回来我就问他，我说啊，听说你跳舞去了？说我得减肥。我说我天天跟你说减肥，你咋不减呢？他说你不鼓励我，人家老师说我了，他说你瘦了也挺帅，就是我不带劲了。按着 I'm handsome。我说这句话里那个也呀，在汉语中不是递进，是假设。他说的意思是 ，if you are thin， 那么你可能handsome，不是 not only you are thin but also handsome。人不信，说我挑拨，明天还要去。